深夜，山中泉房还亮着一盏灯。阿川一遍遍盘着拳架，抬手、转腰、落胯、沉肩，动作比以前熟练，脸色却越来越疲惫。他一边练一边检查：肩松了吗？气沉了吗？脚底有根了吗？手掌怎么还没有发热？有人说功夫见长时，手会像叶子一样轻灵；有人说丹田会热，一搭手便能听进。阿川越听越急，白天站桩盘架，夜里还翻看拳论，可方法越学越多，心反而越乱。拳还没开始，脑中已挤满沉肩、坠肘、含胸、拔背、松腰、落胯、气沉丹田等要求。一套拳没走完，人已像打了一场仗。飘朋克推门而入，只问：你是在练拳，还是在追赶什么？阿川低声说：我怕自己进步太慢。飘朋克推开木窗，夜风吹动茎叶，他缓缓念道：不尚贤，市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市民不畏道；不见可欲，市心不乱。阿川问：这不是治国吗？飘朋克说：治国如此，治身也如此。国家乱是人人争，人人贪，人人逐欲；身体乱也是因为心里住着太多互相争夺的念头。阿川说：别人已能发人听进，我却还在练松肩、坠肘。飘朋克笑道：你不是练得慢，是心跑得太快。不尚贤不是否定高手，而是不把高手高悬在心里，天天拿来衡量自己。一比较，争心就起，争心一起，呼吸就浅。想赢，胸口就挺；怕落后，肩膀就提。嘴上要求放松，心里却拼命追赶，身体怎么可能真的松？高手可以是路标，不能变成鞭子。树有的先长枝叶，有的先扎深根。若天天把根拔出来检查，只会先伤根本。真正的进步不是追上谁，而是今天比昨天少一分僵硬，心比昨天少一分混乱。阿川问：那气感、发热、发麻都不重要吗？飘朋克回答：可以知道，不能贪。这些感觉可能出现，也可能不出现。一旦把它们当成进步证明，人便开始追逐。今天出现一次，明天就想复制；没有出现，便怀疑退步，甚至急着改方法。修炼便从整理身心变成追逐刺激，根基尚未稳，便想提前得到发劲；胸口还没松，便强压气下沉；身体已疲惫，仍逼自己久站久坐。这就是想偷取尚未成熟的成果。青果即使摘到手里，也没有真正成熟。真正的功夫不是抢来的，条件到了，自然出现。飘朋克翻看阿川的笔记，有的说注意呼吸，有的说忘掉呼吸，有的强调一手丹田，有的又说不可用意。飘朋克问：你每天换一条路，何时才能走到山顶？不见可欲，不是拒绝学习，而是不让令人心动的结果不断扰乱方向。今天看人发劲，就追发劲；明天听人谈通脉，又改练通脉。知道的越多，身体反而无所适从。太极真正的进步，往往很平凡。肩少提一点，脚底稳一点，受到力量时不再立刻顶回去。这些变化不耀眼，却是真正的根。阿川问：要怎样让自己不乱？飘朋克说：
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虚其心不是脑中一片空白，而是把比较、交集、欲强迫放下，知道肩要松，不必不停责骂肩膀；知道重心要沉，也不必用意志把身体往下压。规矩是路，不是枷锁。心中少一分命令，身体才能多一分感受。阿川又问：食其腹是把气压进肚子吗？飘朋克摇头：越想压，越压不下去。食腹不是鼓肚子，也不是憋气，它像一杯浑浊的水，当你不再搅动，泥沙自然下沉，心神不再外逐，上身逐渐放松，呼吸与重量才可能慢慢向下安定。上面不再撑满，下面才有机会充实，肩肘下落，力量才可能经过腰胯落到脚底。心与气相守丹田，不是用心抓住一团气，而是心不再乱跑，气也不再跟着浮散。阿川问：弱其志，难道不能有决心？飘朋克回答：方向可以坚定，手段不可强迫。弱的不是志气，而是非立刻成功不可的心。腿已失去支撑，仍硬撑站桩，精神明明疲惫，却不敢休息。看似勤奋，其实正在破坏身体的节律。真正的修炼，是该练时认真练，该停时懂得停。强其骨，也不是把肌肉绷硬，真正的强是肌肉能松，骨架确有支撑，手臂不用死力，全身仍能上下贯穿，就像竹子叶柔，身弯，根却深，节却整。弱掉的是妄力，强起来的才是真正的结构。天色渐亮，阿川终于明白自己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往练功里加了太多东西。想追上别人是一层力，想得到体感又是一层力，怕自己练错再添一层力。拳还没开始，心里已用了10成力量。飘朋克说：无畏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做了该做的，不再增加多余的强迫。阿川重新站好，不再等待丹田发热，只是松开肩膀，让呼吸自然进出，感觉双脚安稳落地，没有奇特现象发生，但他的心第一次不再混乱。修炼不是拼命把功夫塞进身体，而是把阻碍功夫生长的东西一样样拿掉。不争，不贪，不逐欲，心虚，腹实，志柔，骨强，这便是畏无畏，则无不治。